Did you leave the house with your brother Cody looking like that? Or did you leave the house with your father looking like that? Or your mother? 美国30岁失业在家的男子沉迷于秀场直播中不能自拔，他拿着家里的钱营造出富二代的身份，疯狂打赏，以此获得美女主播的芳心。当事情败露后，男子非但没有悬崖勒马回归现实，反而将毒手伸向了自己最亲近的人，最终酿下惨剧。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莫看江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现在手机直播已经很普遍了，在直播刷礼物时，有这么一种社会现象，经常被大家拿来嘲讽。很多本身收入并不高的人，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得大额打赏，在网络上满足无用的虚荣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件，就是美国有这么一个小伙，不仅不工作，还拿着父母兄弟的钱装成富二代打赏女主播。当家人揭穿他的谎言后，竟愤而将黑手对准了家人。故事得从一家人开始讲起。查德和玛格丽特一家5口生活在佛罗里达奥兰多东面25公里的楚洛塔。丈夫查德59岁，是一名医药公司的临床药剂师；妻子玛格丽特61岁，是一家文字转录公司的高级运营经理。他们是二婚重组家庭，最年长的儿子杰森是玛格丽特与前夫生下的。在杰森3岁时，玛格丽特与查德走到了一起，并在1987年生下了排行老2的科迪。1989年又生下了3儿子格兰特。一家人都是狂热的美式足球爱好者，从不错过佛罗里达鳄鱼队的比赛。夫妻2人更是相亲相爱，工作稳定，不仅住在一个条件不错的大房子，还在田纳西州另外买了一套房，准备马上退休之后就搬过去。3个儿子也都非常的争气。大儿子杰森是一名信贷业务经理，已经离开家跟女朋友住在一起了，很快就要结婚了。2儿子科迪跟3儿子格兰特与父母同住，因为年龄相仿，兄弟俩关系一直很好，人生轨迹也十分的相似，都在父亲的熏陶下从事了医学的相关工作。2个儿子从相同的高中毕业后，同样考取了中佛罗里达大学，学习护理专业，并一同计划着继续学习麻醉学。兄弟俩的目标都是成为麻醉师。一家人生活很不错，3个孩子的发展也值得期待。但是从2018年的6月，家里开始出现了一点点的不一样。2儿子科迪跟3儿子格兰特在护理专业毕业后都取得了护士的资格，但是当科迪作为一名护士茁壮成长时，格兰特却在苦苦的挣扎。按照计划，他们都参加了成为麻醉师的课程。科迪顺利通过了麻醉师的考试，成功在奥兰多医院成为了一名麻醉师。可格兰特却并不如意，他的课程并没有通过，而且在生活中，格兰特也比较的内向，一直都是大2岁的科迪在照顾着弟弟。科迪会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弟弟，去哪玩一般都会带着格兰特，甚至弟弟能够进入奥兰多医院成为护士，哥哥也在其中使了力气。到了2018年的6月，格兰特在医院工作期间出事了。医生在清点时发现，还未使用的8支麻醉药异丙酚不翼而飞了。麻醉类药物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医生报了警。警员事后调查发现，8瓶药都是被格兰特拿走的。在医院工作偷拿麻醉药，这可不是小事儿。而格兰特面对警方的解释时，病人很痛苦，自己只不过是在给病人用药的过程中加大了剂量。这种解释肯定是说不通他很快就被医院开除了，并被指控犯有重大的盗窃罪。医院怀疑他向患者不当用药，格兰特被解雇，甚至还要面临起诉，这让本就内向的他变得越来越孤僻跟沮丧。家庭这时给了格兰特不小的支持，父母和2个哥哥不仅找了律师为格兰特周旋，还安慰他在家可以休养一段时间，调整状态，未来也能在其他方面大展拳脚也说不定。就这样，30岁的格兰特开始了居家生活，家人希望他快点找回自信。没有工作的格兰特在家中用互联网度过无尽的时光，他黑白颠倒，白天在家中呼呼大睡，晚上开始打游戏看直播。这样的日子过了2个月，长期的饮食睡眠不规律，格兰特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重是直线下降，浓重的黑眼圈，皮肤白的都吓人。虽然身体变差了，不过虚拟的互联网让格兰特找到了真正的快乐。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打开了一个成人秀场网站，里面有许多美女跟人聊天，如果消费足够的话，还会提供一些大尺度的1对1表演。在这个网站中，格兰特瞬间被一个叫希尔维的保加利亚女人吸引了。
从此，只要一有时间，格兰特就沉浸在直播网站中，只想与希尔维深入交流。要知道，这种成人秀场观看是需要付费的。看希尔维的表演，每分钟的花费是90网站币。格兰特一次会花费$600购买5000个网站币，也就是说，花$600只能看希尔维不到1个小时的直播。而格兰特在与希尔维聊天中透露，自己家庭条件不错，很喜欢玩游戏，平时开的车是宝马，住在一栋豪宅里。没过几天，希尔维就对格兰特这个大金主来了兴趣，两个人搞起了网恋。希尔维会旁敲侧击说自己缺钱，不太开心。为了哄女孩开心，格兰特大方的给希尔维买衣服、成人玩具等等。Poor baby, I'm so sorry. No, you're not. You're not starting at all. 可在网络上这么聊天实在是太贵了，格兰特没2天就花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随后便骗家里说自己现在准备做游戏直播了。刚开始做没有什么人看，需要花钱买一些流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直播间。父母相信了，以为儿子最近状态好了，眼里有光了，是找到自己方向了。老两口很开明，还真给了格兰特一些钱发展他的游戏事业。不曾想，儿子拿着父母的钱又去付费看直播去了。这直播实在是太贵了。接下来的1个月里，从父母、哥哥手中，格兰特连骗再偷，在希尔维身上花掉了$20万，直到父亲收到银行卡账单，事情才得以败露。失望的一家人此时还是想挽救已经30岁的小儿子。父亲查德没有揭发小儿子欺诈性的提高他的信用额度，而是用家里的房子办了抵押贷款来偿还格兰特盗刷的这部分信用卡账单，以及偷要聘请律师的律师费。哥哥科迪也想帮助弟弟，正好和朋友约好了去日本旅游，决定带着弟弟散散心，调整。但格兰特似乎无法拯救。2018年12月，格兰特的情况感觉像好了一些。经过律师的多次周旋，针对他的医院盗窃指控被撤销了。哥哥带着他和朋友去了日本旅行。科迪为了这次的旅行支付了他跟格兰特的所有费用，花费了$1万多。但在旅行中又出差错了。格兰特为了看希尔维直播，又盗刷了科迪朋友的信用卡。回到家后，家里的气氛开始变得不对了。查德和科迪几乎每天都会跟格兰特发生争吵。你说你30岁了，不工作，天天窝在家里看成人直播，这算什么事儿啊？时间来到了2018年12月19日，格兰特在一次特别激烈的争吵后离开了家。他给母亲发短信说，真的厌倦了这一切，只想用自己的方式处理。玛格丽特着急了，马上就报警儿子失踪，还跟警方解释孩子有点自卑，害怕孩子做傻事儿。其实格兰特并没有寻短见，就是跑到了同样在奥兰多的姑姑家，并且还偷偷用了姑姑的信用卡消费，继续观看希尔维的直播。All right, Sylvia, look at me. I am outside going to check the mail. Pretty please, send me one of your videos. 姑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账户的异常，给查德打去了电话，控诉这个不靠谱的侄子。查德面对自己的姐姐，终于控制不住了，在电话里哭了起来，讲述了格兰特在近几个月里的离谱行径，同时也希望姐姐不要报警。这一次事件之后，一家人是彻底绝望了。2018年12月22日，科迪找到了一家戒除网瘾跟性瘾的康复中心，在支付了$15,000后，格兰特将进行为期60天的封闭康复。然而，2019年1月4日，仅半个月后，格兰特就放弃了康复，再次回到了家中。这一回，失望透顶的家人为格兰特下了最后的通牒。1月5日，查德带着格兰特来到了一家餐厅吃饭，并拿出了一张清单，告知格兰特，如果还想在家里面住，就必须接受这些条件。清单的内容包括：首先，格兰特不能整夜的上网，要出去找工作，家人不会为他支付账单，1毛钱都不会了。其次，你已经30岁了，要为自己做过的事儿负责。之前你盗刷的父母以及姑姑的钱，你是要还的，家里允许你上班之后慢慢还。第三，要与希尔维断了联系，如果家里面发现格兰特再次与其联络，就马上滚出这个家，
这还不算完，查德在格兰特康复期间，通过电脑记录联系到了希尔维，直接摊牌，自己的儿子一直在跟你撒谎，他不是富二代，没有工作，没有宝马车，跟父母住在一起，开的是已经老得不行的雅阁，花的是从家里偷来的钱。希尔维确实在跟格兰特谈感情，但这种感情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的。听到格兰特父亲这么说，他自然失去了与格兰特接触下去的意愿，果断地和格兰特做了切割。查德一家为了30岁的格兰特是伤透了心，也操碎了心。最后这剂猛药能够换来格兰特的悔改吗？答案是没有，反而给一家人带来了杀身之祸。2019年的1月25日，科迪没有如往常一样去医院上班，同事们都觉得很奇怪。科迪在过去的5年中从来没有迟到过，给他打电话也联系不上。有些担心的同事就打电话报了警。上午9点17分，接到报警的警员来到了科迪家，门口停着查德跟科迪的车，但怎么敲门也没有反应。透过窗户隐隐能看到有人倒在了地上。在征得上级同意后，警员破门而入，发现了一系列惊悚的画面。科迪穿着医院的护理服倒在了家庭健身房和车库之间的门口，眼睛下方中弹，一把手枪就在他的身边。往屋子里走，厨房里也倒着一个人，正是父亲查德。他面朝上躺着，身上带着一个枪套，里面有一把枪，同样头部中弹。继续调查，在楼上的书房也死去一人，是母亲玛格丽特。她瘫倒在桌子上，同样头部中弹。在排查过程中，家中非常的整洁，没有搏斗的痕迹，也没有被翻找的痕迹。家中物品包括各种电子产品、珠宝都没有丢失。警方怀疑为熟人作案。在对一家人进行初步的背景调查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一家人最近半年在经受着磨难，而悲剧的发生，同事、邻居、亲人都将矛头指向了小儿子格兰特。他的位置也很快被警方锁定。1月26日，案发后的第2天，警方在奥兰多一家汽车旅馆找到了格兰特所驾驶的96年雅阁，并成功锁定了他的位置。面对突然出现的警员，格兰特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一般，直接躺在了地上，抱起了头。就这样，格兰特被逮捕了。在面对警方的审问时，非常悠闲的格兰特谈到了他对游戏跟直播的热情，并抱怨父亲是一个独裁者，全家都是他的施暴对象。同时，格兰特也说到了自己在观看直播时的荒唐事儿，很后悔花了那么多的钱。警方就这样持续地与格兰特谈了3个小时，而格兰特在这期间没有询问家人的情况，没有询问抓捕自己的目的，直到警方将父母哥哥死亡现场的照片拿出来后，格兰特开始激动起来。Did you leave the house with your brother Cody looking like that? Or did you leave the house with your father looking like that? Or your mother? Is that how you left your family? No. Nobody else went into that house. Who left your family like this? If you were the one that's been depressed, you were the one that owes money, you were the one that got into a confrontation with your father. Who did this to your family? So tell us what happened, Grant. No, I didn't do any of this. 不过，他却始终坚持自己与案子无关。警员又找来了格兰特的大哥杰森，跟他谈一谈。All right, so I take it you know what happened. I'm going to ask you plain out. You are not part of it anyway. No. I don't know. I want to believe you, Grant, but you're the last person that I could put in that house. And I know what happened over the last 6 months. I can understand the troubles that you've gone through. But it's hard for me to think that you would break to this point. But who else can I blame? How are we going to find out who did this? I don't know. I don't have the answers.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thing in this world, just like I love Cody, Grant, and Dad. They were our family, and they would have never done anything to hurt us. I'm sorry. I don't believe you. And I probably will have resentment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whether you did it or you didn't do it, but I need to know what happened to my mother, my father, and my brother Cody. 警方事先也对杰森进行了调查，在案发当天，杰森都在上班，下班之后就跟女友和2个孩子在一起。第2天呢，还送孩子上了学。在杰森家跟汽车中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他与父母兄弟的死有关。
而格兰特面对证据各个的关切询问，他自始至终都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并讲述了自己在案发当天的经历。1月24日，他白天都在家里准备面试。当他的父亲下班回到家后，查德发现格兰特用母亲的电话联系了希尔维，两人又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查德让他滚出家门，格兰特收拾好东西，和父亲站在车道上又谈了1个半小时。查德平复了情绪，给格兰特拿了自己的信用卡，让他住店面试的时候使用。然后科迪也下夜班回家了。格兰特简单的跟哥哥打了招呼后离开了家，时间是在晚上的10点多。他坚称最后一次见到家人时，他们都还活着。尽管格兰特始终表示没有伤害家人，但没人相信他。1月28日，格兰特正式被逮捕，他对所有指控均表示不认罪。这起案件在2019年的7月23日正式开始审理，检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已经掌握了切实的证据，能够证明格兰特就是作案的凶手。格兰特虽然并不承认犯罪，但其承认在1月24日是与母亲一起待在家里的。根据母亲玛格丽特电脑使用记录来看，电脑当天一直在被持续使用，直到下午4点44分停止。控方推断格兰特在下午4点45分左右从背后射向了坐在办公桌前的玛格丽特，导致母亲死亡。下午的5点25分，父亲查德驾车回到了家中，在他的苹果手机健康软件中显示，他当时走了是67步，这67步大概是查德从下车走到厨房的距离。之后，他的手机上没有任何的活动，也就是说，父亲一进屋，格兰特就动手了。到了下午的5点52分，查德的手机被解锁并更改了设置，手机处于常亮待机不锁定的状态。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格兰特就这么跟死去的父母待在了房间里，直到晚上9点15分，科迪下班回到家。科迪刚下车没走2步，格兰特就朝科迪的脸上开了一枪。隔壁的邻居作证说，他在晚上8点30分到9点30分之间听到了枪声。晚上的11点32分，一个存有600多张希尔维照片跟视频的 U 盘被插入到了家中的电脑。调查人员后来在格兰特牛仔裤的口袋里找到了这个 U 盘。晚上的11点39分，科迪的苹果手机也被连接到了家中的电脑，但手机没能解锁。到了凌晨的12点08，父亲查德的银行应用程序被指纹解锁后访问，并且父亲的账户在成人秀场直播中充值了一笔$600。也就是说，这一家人被小儿子伤害后，面对陈尸家中的至亲，格兰特依旧想的是弄到钱去看一眼带点颜色的直播。同时检方还拿到了一封格兰特写给网友的信，这封信是格兰特在离开康复中心后写的。面对网络上的朋友，他坦白了自己在网上的信息都是假的，表达了对于家人所作所为的愤怒，认为父母把他送去治疗网瘾和性瘾是对他的侮辱。最让格兰特接受不了的是，父亲把这一切告诉了希尔维，这让他失去了对方，也丢掉了最后的尊严，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虽然检方没能找到凶器、指纹等格兰特作案的直接证据，但这些间接证据拼凑起来也成功还原了案件的真相。辩护律师试图将父亲查德描述成一个暴躁的父亲，格兰特能做出如此残忍的行为，是在父亲的长期暴力迫害、心态失衡的情况下发生的。但哥哥杰森能够作证，父亲虽然平时要求严格，但是并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孩子。他们在很小的时候确实被父亲打过，但那绝不是虐待。2019年的7月31日，经过8个小时的审议，最终法院裁定格兰特蓄意伤害父亲、母亲和兄弟的罪名成立，判处格兰特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至始至终，格兰特都没有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在他的世界里，没有父母养育自己长大的恩情，没有哥哥陪伴在身边的兄弟情，在他眼里，只有那个看得见摸不着、不断哄骗他消费的保加利亚直播女郎。格兰特既可恨又可悲。好了，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我是超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